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最近華為就透過突擊嘅方式賣出到去最新嘅旗艦手機華為 Mate 60 Pro 嘅。而華為嘅呢一部新旗艦機嘅誕生，亦都帶嚟全網裡面嘅震撼。原因就係華為喺極限嘅制裁底下，竟然可以整到一部屬於完全國產化嘅支援 5G 嘅手機，當中裡面好多嘅技術含量，其實從側面亦都係打破咗嚟自於美國對我哋中國嘅科技制裁等等嘅大量相關領域嘅。而最絕屈嘅就係當華為賣到呢部手機嘅時間，正值咧就係呢個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正在訪華之時，由於佢嘅職位上係有份深度制裁我哋中國以及係華為公司嘅，所以好多人就形容到今次華為嘅呢一個舉動就有如醒咗阿雷蒙多一巴，令到佢無地自容嘅。嗱，由於呢集嘅信息量就比較龐大，轉頭翻嚟我哋就慢慢嚟為住整件事作出深入嘅報導。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今晚咧就有我哋嘅新潮文直播，時間就係星期六晚上嘅10點鐘，到時約定同大家見面啦。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 2.0 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講下震撼到整個互聯網華為 Mate 60 Pro 嘅突然開賣，唔單止係純粹一部智能電話嘅銷售咁簡單，當中蘊含到嘅含義就係中國正式擺脫到美國嘅制裁，對我哋高科技，尤其係芯片領域裡面嘅一個限制，就已經宣布徹底被打破啦。點解咁樣講呢？陣間我哋就會嚟到慢慢分析。而與此同時，因為華為最新旗艦機 Mate 60 Pro 嘅突然開賣，正值就係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嚟到訪華嘅日子，同佢撞咗期嘅。當雷蒙多都仲未離開中國嘅時間，到佢得知到呢個消息嘅時候簡直就可以話到係嬲到扎扎跳。而睇到呢一幕，亦都係我哋非常之開心嘅情形，就等同於喺10幾年前，其實我哋都發生過有美國高官嚟到我哋中國，然之後我哋一個經濟嘅產品，同樣都係令到佢嬲到要出回憶錄嚟到回顧翻呢件事嘅。咁所以呢，我哋陣間亦都會就住雷蒙多嬲到扎扎跳嘅呢件事情上面呢嚟到作出分析嘅。嗱，首先由於今集嘅信息量就比較龐大，我哋呢就會就住唔同嘅部分去分開講嘅。第一個我哋要提及到嘅，當然就係 Mate 60 Pro 呢一款華為最新嘅旗艦機，點解帶嚟一個咁震撼嘅效果先？嗱，現在眾所周知啦，有用開華為嘅朋友都知道由於被美國嘅制裁，華為到呢一刻嚟講呢，都仲未有一部正式嘅 5G 手機嘅。之前有一啲替代嘅方案，都係類似喺華為最新嘅手機入面加入一啲類似係 5G 嘅套件，例如係最出名嘅就係 5G 手機殼啦。當加咗佢上去嘅時間，就可以令到一部原本係 4G 嘅華為手機咧變身成為 5G 噶啦。不過咧，呢啲都係折衷嘅替代方案啫，就並未為華為嘅手機推上去正式嘅 5G 手機行列嘅。今次突然開賣嘅最新華為旗艦手機 Mate 60 Pro 係屬於一個突然開賣嘅方式嚟到出售嘅，所以並非係華為原本所開賣嘅日期而去賣出呢部手機嘅。原本開賣嘅日期就係我哋今個月嘅月中9月12號嘅，而今次所開賣到嘅就係一個命名為先鋒計劃嘅突然開售嚟嘅啫。一開賣嘅時間，100萬部嘅最新華為 Mate 60 Pro 咧就被瞬間一售而空啦。現在嚟講，大家想喺呢一刻買一部手機咧，都係冇辦法嘅。咁究竟今次 Mate 60 Pro 有啲咩亮點呢？其實都好值得大家去細味嘅。嗱，雖然根據華為官方嘅消息，就講到今次嘅 Mate 60 Pro 係大家等咗好耐嘅，咁仲特登發咗一封致華為用戶嘅信添，而且透過佢嘅官方圖片介紹，雖然都提及到好多唔同嘅重點性能，例如係佢有幾多隻顏色佢嘅拍攝功能有幾咁強大，佢嘅螢幕有幾咁順暢絲滑，以及係搭載住最新嘅鴻蒙4系統同埋人工智能嘅應用，甚至乎係衛星嘅通訊，呢啲史無前例咁破天荒嘅技術都有喺呢部手機嘅時間。但係呢啲官方嘅宣傳圖片其實咧都唔能夠解開到
所有嘅大眾最關心嘅問題，其實大家最關心嘅，除咗上述所講到嘅一啲性能重點，咁我哋陣間咧亦都會就住人工智能以及係破天荒嘅手機搭載衛星通訊電話，都會另外作出分析嘅。不過我哋而家咧就先嚟講大家最好奇嘅，當然就係呢部手機究竟係咪一部 5G 手機？佢裡面究竟係搭載住啲咩晶片？呢塊晶片究竟係由邊個製造？支唔支援到 5G 呢？呢啲先至係人們最關心嘅嘢啊嘛。所以好多國內嘅朋友喺透過呢個先鋒計劃搶到一部華為 Mate 60 Pro 嘅時候就已經急不及待將佢立即拆件，以及係做出一系列嘅測試嚟到去解開佢哋心中嘅疑問嘅。嗱，格仔咧就特登去到內地嘅影片網站睇下一啲科技上面嘅博主對呢部電話嘅拆解。首先要比較嘅當然就係呢一部究竟係咪一部 5G 手機先啦。大家咧都最關心呢一點噶啦。根據到我睇嘅一條影片入面佢就比較咗幾部唔同手機嘅速度嘅。咁喺用到同一款網絡嘅情形底下，測試嘅博主咧首先就將一個 5G 嘅數據卡嚟到插入喺包括有 Mate 60 Pro 在內嘅3款手機入面嚟到進行測試嘅。咁呢3款手機咧分別就係 4G 版嘅 Mate X3，以及係最新嘅 iPhone 14 Pro， 同埋今次被測試嘅重點對象 Mate 60 Pro 嘅。嗱，好奇怪當呢張 5G 卡插入到去Mate 60 Pro 嘅時間咧，新嘅華為嘅呢部旗艦機係唔會顯示究竟嗰個網絡係屬於 4G 定係 5G 嘅，就唔同我哋而家用嘅一啲手機咁樣如果你係 4G 嘅話，佢會顯示喺手機嘅頂頭上面寫住 4G 噶嘛。咁如果你用 5G 嘅，亦都係一樣啦，佢係會顯示出嚟嘅。但係 Mate 60 Pro 咧係冇咁樣嘅顯示噶，所以接下落嚟嘅當然就係要實際測試下佢嘅網速，咁樣先至為之最準確噶啦。當同一款嘅數據卡插入3款唔同嘅手機嘅時間，第一款手機只係支援到 4G 嘅 Mate X3 咧，佢就真係好似行翻 4G 咁嘅速度。咁大概咧就係傳統嘅 4G 速度，亦即係圖片顯示上面寫住53個 Mbps 左右嘅。好啦，呢個都實屬正路嘅。到去到 5G 數據卡插咗喺蘋果嘅 iPhone 14 Pro 入面咧，佢大概就顯示到佢嘅速度咧係達到484個 Mbps 左右嘅，亦即係接近500。嗱，呢個咧係一個典型嘅 5G 速度嚟嘅，亦都匹配到佢呢部蘋果手機本身嘅功能。咁當同一款嘅數據卡插咗喺 Mate 60 Pro 嘅時間，咦，數據顯示都係同典型嘅 5G 手機一樣喎，佢係可以行到468個 Mbps 左右嘅速度嘅，亦即係同到iPhone 嘅14 Pro 嘅 5G 咧係差唔多嘅。喺咁樣嘅時間就可以初步咁樣去到認識得到今次嘅華為 Mate 60 Pro 睇嚟咧係一部 5G 手機喎。不過咁樣咧都依然未夠準確，因為現在嚟講咧，其實仲有一種叫做 4G Plus 嘅手機嘅。如果要撇除呢個因素嘅話，博主咧就嚟到進行另一個測試，就係打電話去到呢個電信商嗰度，就將嗰張數據卡嘅 5G 網絡熄咗佢，只係保留 4G 嘅啫。如果華為 Mate 60 Pro 係一部 4G Plus 嘅手機，而並唔係 5G 嘅話，咁樣佢個速度就唔會有任何改變嘅。結果顯示當打到電話俾電信商，暫時關閉咗 5G 網絡嘅時間，再插入到去呢個 Mate 60 Pro， 咦？結果咧就真係佢嘅下載速度只係跌翻到去原本嘅1/3嘅啫，所以就可以排除到呢一部 Mate 60 Pro 咧係一款 4G Plus 嘅手機嘅可能性噶啦。就係因為咁樣嘅合理推斷，我哋基本上咧就可以知道Mate 60 Pro 的確係一部 5G 嘅手機嚟嘅。去到呢個時間，我哋咧就必須要睇一睇我哋而家香港典型嘅 5G 嘅速度係點樣嘅先。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喺內地測試嘅呢款 5G 嘅 Mate 60 Pro， 佢嘅速度係可以大概去到500個 Mbps 左右嘅。咁我哋咧就用翻香港嘅 5G 網絡嘅手機嚟到去睇下我哋現在香港所用緊嘅 5G 網絡實質嘅速度究竟係點樣，從而咧可以側面咁樣睇到呢款 Mate 60 Pro 佢嘅性能㗎。咁根據到我喺網上面揾到嘅一個香港4大電信商嘅 5G 速度比拼嘅一篇報導，
裏面我哋就可以睇到，經過呢篇報道而測試到嘅我哋香港典型嘅 5G 網絡速度，排第一嘅就係中移動，佢嘅平均下載速度咧係去到218.6個 Mbps 嘅。嗱，第二咧就係屬於三仔啦，佢嘅平均下載速度咧係可以去到165.35個 Mbps 嘅。第三就屬於呢個 CSL， 佢嘅平均下載速度咧係可以去到134.75個 Mbps 嘅。而第四就屬於呢個 SmarTone， 佢嘅平均下載速度咧係可以去到124.31嘅 Mbps 嘅。嗱，雖然呢篇報導就已經係年多前嘅，咁可能嚟到今年2023年，隨住網絡嘅優化，可能佢哋呢四大電信商嘅 5G 速度咧係可能會有所提升嘅。但係從呢一篇嘅報導裡面，我哋就可以側面睇到，頭先我哋已經知道啊，經過內地博主嘅測試，華為嘅 Mate 60 Pro 係可以去到差唔多接近500個 Mbps 嘅速度噶嘛，亦即係話到啊，華為 Mate 60 Pro 所支援到嘅 5G 速度嘅網絡，佢嘅速度啊就已經超越咗一般典型嘅 5G 網絡，甚至乎有人話到啊，喺唔同嘅測試入面，某一啲嘅內地博主咧，甚至乎係測試到可以去到660個 Mbps 嘅速度或者以上都仲得嘅。因此咧，華為 Mate 60 Pro 佢肯定已經係一部徹徹底底嘅 5G 手機，甚至乎有人話到係 5.5G 都不為過嘅。咁好啦，呢一個係第一個重點，接下落嚟我哋就要解破第二個重點嘅咯。既然我哋都知道華為 Mate 60 Pro 係一部 5G 手機，於是人們就十分之好奇啦，究竟佢係點樣做得到嘅呢？唔通佢係搭載住一款真正支援到 5G 嘅手機芯片，咁樣佢咪做得到咯？所以接下落嚟第二個重點，俾人立即就剖開部機去睇嘅呢，就係關於呢一款手機所搭載住嘅晶片究竟係啲乜啦？呢個時間呢，我就去過另外一幅圖，圖中就顯示到啊，今次 Mate 60 Pro 俾人拆開咗之後，佢裡面嗰塊芯片嘅嗰個樣嘅放大圖嚟嘅，而同一時間啊 ，Mate 60 Pro 嘅芯片呢，亦都被同佢嘅前輩 Mate 40所搭載嘅芯片嚟到放埋一齊橫向對比喎。冇錯啊，內地走去拆解呢一部手機嘅速度咧，就係咁快噶啦。好多嘢到而家咧係冇得呃噶啦，喺呢個年代，一打開部手機，見到 Mate 60嘅芯片，人們咧就立即對佢進行拆解。我哋可以見到 Mate 60嗰塊芯片裏面咧就寫住好多唔同嘅符號嘅數字。嗱，喺呢度咧唔識睇唔緊要啊，因為好多科技博主咧就已經為到呢一啲編碼咧進行咗拆解噶啦。我哋喺呢一幅圖上面咧都可以睇得好清楚。嗱，圖中顯示到啊，左手邊黑色嗰塊咧就係 Mate 40嘅麒麟9000芯片嚟嘅，而今次搭載喺 Mate 60 Pro 嘅嗰一塊芯片咧，原來係一塊命名為麒麟9000S 嘅芯片，就比起佢嘅前輩 Mate 40嗰塊麒麟9000芯片咧係多咗個 S 嘅。作為橫向對比，我哋首先睇到第一點，第一個英文字母啊，裡面咧就刻得好清楚啦。上面寫住第一行嘅就係表示到芯片嘅品牌，兩塊晶片亦都係一樣啦。芯片嘅品牌咧就係華為旗下為到華為專設計芯片嘅海思公司，兩塊晶片咧都係寫住芯片品牌係屬於海思嘅。咁好啦，去到第二行芯片嘅代號啦。嗱，呢個咧就冇乜意思嘅，都係俾啲業內人士睇嘅咧。舊款 Mate 40嘅麒麟9000晶片，佢上邊嘅芯片代號咧就寫住 HI36A0，而今次嘅 Mate 60麒麟9000S 晶片咧，佢嘅芯片代號就係寫住 HI36A9 嘅。呢個都唔係重點，接下落嚟真真正正嘅重點咧，就係喺第四項同第五項嗰度。大家見唔見到第四項舊款 Mate 40嘅麒麟9000芯片上面就寫住 HD8332031嘅，其中 HD833嘅意思咧就係由到台積電所代工製造嘅晶圓廠代號咁嘅意思，佢個代號號碼咧就係 HD833嘅。而右手邊最新款嘅 Mate 60 Pro 麒麟9000S 嘅芯片咧，今次個代號唔同咗，佢嘅晶圓廠代號就由台積電嘅晶圓廠代號轉為JTFQ 呢一個代號嘅，係咩意思呢？原來
JTFQ 呢個代號嘅意思呢，就係屬於我哋中國內地嘅中芯國際晶圓代工廠嘅代號號碼嚟嘅，佢就係 JTFQ。而睇埋第5項舊款 Mate 40嘅嗰塊芯片呢，最尾嘅代號裏面呢係寫住 TW， 意思呢即係台灣省製造咁嘅意思。而新款 Mate 60麒麟 9000S 芯片最後嘅代號呢係寫住 CN， 亦即係意思係中國大陸製造咁嘅意思。好明顯啊，透過拆解 Mate 60麒麟 9000S 芯片裏面嘅信息，我哋就可以睇到，除咗呢一款芯片係支援 5G 真真正正嘅突破技術 5G 芯片之外啊，而且佢仲係正正經經由到我哋中國大陸本土製造，所委託嘅代工工廠呢，就係中芯國際嘅。呢一個係一個劃時代嘅突破。咁講到嚟呢度，信息就當然唔止咁簡單啦，因為好多嘅科技博主咧，對佢亦都係充滿無限嘅好奇嘅。例如係啲乜嘢啊？既然都知道呢款芯片係由中國製造，亦都係支援 5G 嘅，咁呢個時間好多人們最好奇嘅就係究竟佢係幾多納米嘅晶片呢？係用啲乜嘢嘅製程工藝嚟到製造嘅呢？所以就有人透過呢個手機資訊嘅軟體嗰啲 software 嚟到去剖析呢一塊芯片究竟係屬於幾多納米嘅。喺呢度呢，我哋又有幅圖俾大家睇下，圖中就顯示到呢款麒麟嘅 9000S 嘅芯片呢，真係唔睇由自可，一睇哇嚇親喎！佢竟然喺上面寫住呢係使用到5納米嘅製程工藝嘅。當然寫就咁寫，但係咧好多科技博主亦都懷疑到佢並非係真真正正嘅5納米製造工藝，應該咧就係由到中芯國際所研發嘅特別技術，可能咧就係由到中芯國際特別開發嘅 N+2 製程技術嚟嘅。即係咩意思啊？亦即係話到可能呢一款芯片咧就未必係5納米嘅製程工藝嚟嘅，而可能係7納米嘅製程工藝，經過咗一定程度嘅改進咧，佢上面先至顯示係5納米嘅啫。嗱，雖然有人就講到係咁啦，但係姑勿論係7納米又好，5納米又好，就算係7納米都已經可以證明到呢一個已經係踏入到先進芯片技術嘅一個門檻噶啦。因為喺較早前，根據我哋普遍嘅認知，整個中國國內能夠製造到出嚟嘅最微細納米晶片，而能夠商業化量產嘅呢，大概都係14至28納米之間嘅啫。嗱，請重點記住我哋講嘅係能夠商業化大量量產呢一個字眼就唔同普通話喺實驗裡面製造一塊晶片出嚟咁簡單，係兩碼子嘅事嚟嘅。咁陣間我哋亦都會講述到呢一個概念嘅。好啦，係知道咗華為呢一款 Mate 60 Pro 係充滿住咁多先進嘅技術，尤其係呢一塊晶片喺美國嘅科技禁運底下、制裁底下，喺冇外國所提供到嘅極深紫外線光刻機嘅情形底下，點解中國都能夠製造到踏入先進門檻嘅7納米芯片呢？呢一個就係正正由美國甚至乎係我哋都拗爆頭嘅問題。呢啲呢，就係我哋中國嘅力量。首先，我哋已經可以宣布突破到喺冇任何外國技術嘅支援情形底下，我哋已經能夠踏進到手機級別微小級先進晶片嘅門檻。呢個就係冚美國嘅第一巴。第二，喺性能上面，500至到600幾嘅 Mbps 下載速度就已經證明咗呢隻 5G 芯片佢嘅技術標準已經完完全全係達到，甚至乎係超越到 5G 嘅標準，可能去到 5.5G 㗎啦。雖然華為就並冇喺佢嗰部手機插入到 5G 數據卡嘅時間顯示佢究竟係咪 5G， 不過咁樣都唔重要，最緊要佢真係跑到咁嘅數據出嚟啊嘛，呢個先至係最緊要嘅。仲有大家唔好忘記，除咗美國喺帶頭對我哋嘅科技限制，唔賣到最先進嘅極深紫外線 EUV 光刻機去到俾我哋製造芯片之外仲有一點美國係非常之陰毒嘅，就係連我哋設計晶片嘅軟件嗰啲編寫程式嘅軟件都一併禁埋。頭先我哋就提及到呢一款芯片，佢上面寫住嘅芯片品牌就係海思呢間公司啊嘛，而海思就係華為旗下設計芯片嘅公司嚟嘅，亦都係
我哋中國大陸晶片設計者嘅龍頭公司嚟嘅，海思就係專門做芯片設計嘅。美國點樣陰毒化？就係將用到嚟設計芯片必須要用到嘅軟件，佢嘅簡稱叫 EDA。當陣時，美國連呢一個 EDA 設計芯片嘅軟件都禁咗佢，當然亦都禁到華為使用同埋海思使用呢個 EDA 啦。EDA 可以話到係設計一款芯片必備嘅架撐嚟嘅，所以又被稱之為芯片之母。簡單啲嚟講，芯片嘅設計一定要透過 EDA 嘅。如果唔係，你就算有再好嘅設計都好，你都冇辦法透過喺唔用 EDA 嘅情形底下嚟將你嘅設計交到俾代工廠嗰邊幫你生產，係冇辦法溝通得到嘅。咁連個軟件都禁埋你，冇咗個軟件，你又何來設計呢？就好比到啊，你個電腦根本就冇必備嘅類似好似 Word 嗰啲咁嘅文件嘅軟件。咁當我要你俾個 Word file 我，你都打唔到出嚟啦。就算你文采幾好都好，寫嘢有幾叻都好啊，你都冇辦法交到一個 Word 檔案去到俾我噶，因為你根本俾人禁咗用嗰個軟件。同樣嘅道理其實係一樣嘅啫。喺晶片設計嘅公司裏面，如果你唔用到 EDA 嚟到設計呢啲晶片嘅時間，晶圓代工廠嗰邊係冇辦法將你嘅設計落印喺個晶片上面嘅。所以美國佬陰毒嘅地方就在於咁樣，即使你係有晶片設計能力都好啊，佢就彷彿要你仿如一名廚房嘅大廚咁樣，將你嗰啲三煲冷餐啊、鑊鏟啊冚唪唥同你通通沒收。咁任憑你呢名大廚廚藝再高強都好啊，空有一身嘅本事，冇晒啲架撐，你又點樣去烹調呢？亦即係美國佬嘅封殺就係要你整個中國嘅半導體行業落入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嘅呢個尷尬情況嘅。美國唔單止將呢個芯片設計軟件 EDA 唔俾海思使用啊，仲對整個中國嘅晶片設計行業都進行到同樣嘅封殺。嗱，須知道雖然 EDA 芯片設計軟件係好賺錢，通常你要買到呢個系統做設計嗰個成本啊，就已經係去到數十億嘅美元噶啦。但係佢都照禁，寧願打七傷拳，唔賺呢啲錢都好啊，都要去到封咗我哋，唔俾我哋用。咁呢個 EDA 軟件設計系統咧，冇得盜版佢嗰個軟件，因為咧佢係一邊上網一邊用，唔俾你獨立去使用嘅。因此去美國話封你咧，就真係咧你冇得再用噶啦。嗱，關於呢一個芯片嘅設計軟件都俾美國佬封咗去，唔俾我哋用，呢一點咧係好少人提及到嘅。其實佢都係卡住我哋嘅一個超級大難關嚟嘅。但係唔使驚啦，今次 Mate 60 Pro 嘅回歸，我哋就可以知道，當我哋有能力製造到 Mate 60 Pro 上面嘅麒麟 9000S 晶片，係用到7納米嘅技術，全中國國產嘅時間啊，亦都從側面已經表示咗，我哋係唔需要利用到美國呢個 EDA 晶片設計軟體嚟到去設計我哋嘅芯片噶啦。我哋冇咗呢樣嘢，照樣都可以設計出一款屬於我哋新嘅芯片。呢一個亦都係極具劃時代嘅突破性嘅，所以我先至話到，無論係7納米又好，5納米又好，都係一種劃時代式嘅突破。過去我喺我嘅節目都唔係好耐之前啫，幾個月前啫，我哋最新嘅更新呢，就係華為就已經突破到可以去到14納米或者以下嘅晶片設計嘅障礙呢，就已經被打破咗。估唔到喺咁短嘅時間入面，唔係話淨係打破14納米晶片咁簡單啊，係直頭已經做埋個成品出嚟，一舉咧就已經推到去7納米，甚至乎係5納米添。所以嗰個進步咧係十分之大噶。當設計芯片搞掂咗以後，下一步就正如我話齋，就係拎佢俾晶圓代工廠去製造。咁睇翻頭先嗰幅對比到以前華為 Mate 40同我哋而家 Mate 60晶片嘅嗰幅圖，都可以睇得到啦。以前嘅華為手機 Mate 40嘅時代啊，所搭載住嘅麒麟9000芯片，頭先我哋講過啦，佢最後嘅嗰個代號係寫住 TW， 意思咧就係台灣製造，亦即係以前華為嘅芯片咧喺設計完畢以後，就係交由到去台積電嗰度代工生產嘅。咁呢個亦都係過去以前一貫嘅做法。一般華為甚至乎我哋中國手機
嘅核心處理器嘅晶片啊，基本上咧都係交俾台積電代工嘅。當陣時整個大陸嘅高端芯片咧都係台積電代工製造嘅，但係而家就唔同晒啦，因為美國嘅科技制裁，其實喺2020年起，美國已經全面禁止到華為取得任何先進嘅產品㗎啦，所以由嗰刻起開始咧，台積電就已經冇辦法嚟到替華為嘅設計代工生產。唔單止咁，美國咧亦都封埋其他嘅後門，台積電唔能夠替華為，唔能夠替大陸代工生產高端晶片之外咧，亦都唔俾韓國嘅三星嚟到去代工生產。咁當然啦，美國嘅美光公司咧，亦都唔能夠幫大陸製造嘅，所以方法只有一個，亦都係唯一嘅選擇，就係自己製造翻。因此我哋先見到喺最新款嘅麒麟 9000S 晶片入面，最後嘅嗰個編碼係寫住 CN 中國製造，因為台積電同埋其他嘅晶圓代工廠已經唔可以幫你繼續生產，就唯有我哋要突破自己嘅科技技術。而家終於做得到啦！中國嘅晶片代工龍頭、晶片嘅製造商中芯國際就代替咗台積電，正式可以幫先進嘅手機芯片嚟到代工製造。所有嘅嘢都係劃時代嘅突破，因此我哋先至係話到華為今次呢款 Mate 60 Pro 咧，就並唔係話純粹買一款手機咁簡單。咁當然一眾華為嘅粉絲咧，佢哋係表現得仲特別開心添啦。嗱，通常華為嘅粉絲咧，我哋都叫做花粉嘅，原因就係華為嘅 logo 係一朵花嚟噶嘛。連埋今次咁突擊性嘅先鋒計劃所賣出嘅100萬部華為 Mate 60 Pro 嘅手機，計埋呢一批嘅話，時至今日華為所推出到嘅 Mate 系列就正式就已經突破咗1億部手機嘅呢個銷售額噶啦。不過今次嘅呢一款咁別具意義嘅 Mate 60 Pro 能夠被秒速俾一眾嘅網民買晒，好多人仲認為到啊，單憑今次呢一款手機咧，可能呢一款啊一賣就可以賣成5至6千萬台咁多嘅。咁又係嘅，大家回顧翻喺過去嘅時間，嗱，華為正式因為被美國制裁而令到佢喺2020年10月22日就係當陣時華為發布當時最後嘅一顆芯片嘅。去到當陣時咧，好多人都認為到華為從此就玩完㗎啦。喺2020年10月22日，最後一顆嘅麒麟9000芯片發布完以後，華為咧就一直冇再發布一款新嘅芯片啦。直至到今日呢個時間，喺隔咗1041日之後，2023年嘅8月29日，所有人終於都等到啦。等咗咁耐，亦都係唔單止花粉們嘅狂歡時刻，仲係我哋中國人嘅狂歡時刻。1041日嘅浴火重生，計起上嚟，即係用咗3年都唔夠嘅時間，我哋就能夠喺完全唔用任何外國技術嘅情形底下，去到製造一款屬於我哋自己嘅先進國產芯片。關於呢個速度，係好多人估都估唔到嘅，因為當陣時喺華為最後發放最後一顆芯片嘅時間，頭先我所講啦，好多人都認為華為從此都玩完㗎啦，話唔定5年後只可以，話唔定5年後先至可以再相見，甚至乎有啲人話到啊，起碼都要10年啦，冇10年嘅時間都唔會再有一款新嘅華為嘅芯片嘅出現嘅。但係而家3年唔到嘅時間，華為就做得到啦。去到呢個時間，我哋睇下下一幅圖。嗱，呢幅圖咧就係華為官方喺微博以及係喺其他途徑上面所公布到嘅一幅圖畫嚟嘅。呢幅圖咧特別有意思。當華為 Mate 60 Pro 喺公布以後啊，隨之而嚟華為咧亦都擺咗一幅咁嘅圖出嚟。圖中咧我哋就可以見到有一架戰鬥機傷痕累累，但依然咧仲係飛緊嘅。嗱，其實咧呢款咧都係同樣格仔相當熟悉嘅二次大戰嘅飛機嚟嘅。呢款二戰時代嘅飛機咧就係蘇聯嘅 E-22型嘅飛機嚟嘅，係一款攻擊機嚟嘅。點解華為要鋪出一幅咁嘅圖呢？上面就寫住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粗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其實意思就係話到啊，華為嘅遭遇就等同呢一架喺二戰時代嘅蘇聯攻擊機一樣，充滿住傷痕累累。憑住佢嘅傷痕，其實本應咧就已經係飛唔起噶啦。而一款設計成功、經得起考驗嘅攻擊機，其實
佢係要經得起地面炮火嘅打擊，依然能夠飛行，先至係為之一款合格嘅攻擊機嚟嘅。同樣地，如果面臨住好似俾呢啲美國極限式嘅制裁都唔冧低嘅公司，試問世界上可以數得出嘅有幾多間呢？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冇嘅，係零啊！華為就係第一個世界上嘅例外，佢就仿如呢一款伊儀二型嘅二次大戰期間所製造嘅攻擊機，即使係面臨住德軍強烈嘅炮火攻勢，打到佢機都唔似機型啦，亦都差唔多爛晒嘅時間啦，都依然能夠飛行。華為嘅遭遇，其實我覺得甚至乎係比起呢一款打到穿晒窿嘅攻擊機嘅狀況嚟得更加之慘。嗱，講起戰鬥機，當然唔能夠唔提到啊。其實今次華為 Mate 60 Pro 嘅發表，佢係嚟得咁突然，完完全全啊，就係同呢個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嘅訪華係有直接嘅關係嘅，而且亦都係完美複製咗對上一次有美國高官嚟到我哋中國，我哋將佢完全打臉嘅第二次成功複製個案嚟嘅。點解今次係一次第二次複製打臉美國官員嘅事件呢？嗱，聽埋我講落去，大家就會明噶啦。對上一次同樣地啊，我哋俾美國睇死睇我哋唔起嘅時間，就要數翻去12年前2011年嘅1月11號。嗱，當陣時呢個故事背景係咁樣嘅：2011年1月11日，我哋中國而家都經常聽見嘅殲20戰鬥機，就喺當陣時喺成都嗰邊作出第一次嘅首飛成功嘅。嗱，咁啱得咁巧喎，喺當陣時2011年1月11日，正值就係美國國防部長當時時任嘅蓋茨佢嘅訪華之時嚟嘅。嗱，如果要數到去2011年1月11日，12年前，當陣時格仔都係畢業冇耐啫。喺嗰個時間我哋亦都係面臨住西方世界對中國航空工業嘅技術全面封鎖嘅情形嚟嘅。喺當陣時，突然之間所爆出到嘅殲20首飛成功，完全係一個突擊性嘅行為嚟嘅。因為大家須知道喺嗰陣時嚟講，上一款殲10戰鬥機先至啱啱裝備喺部隊冇耐，冇幾多年嘅啫。喺嗰陣時，如果要話到下一代嘅第5代隱形戰鬥機，我哋能夠成功製造，由中國完全自主研發，真係嗰陣時好多人諗都唔敢諗嘅。雖然我仲記得當陣時都有唔多唔少嘅消息，有一啲所謂嘅爆料人士都會話到中國嘅第5代隱形戰鬥機就快出嚟噶啦。但係呢一啲講法一般都會係被譽為吹牛般咁樣去對待嘅啫。所以同今次嘅事情一樣，喺12年前，當突然之間宣布到殲20成功首飛，突然出現喺我哋嘅視野範圍入面嗰個激動係可想而知有幾咁大，完全冇人係估計得到嘅。我仲記得當陣時，我睇到殲20首飛嘅消息之後，心情一時之間難以平復。其實都同今次華為 Mate 60 Pro 佢嘅突然開賣所帶俾到我哋喺背後嘅信息，真係十分之相似。同樣地我都係非常之激動嘅，亦都估唔到消息嚟得咁突然。殲20首飛嘅嗰一日，就係美國國防部部長蓋茨喺當陣時嘅訪華行程裡面嘅第3日嚟嘅。喺佢臨走之前，臨離開中國翻返去美國嘅時間，第3日，我哋就為到當時時任嘅美國國防部部長蓋茨送咗呢份禮物俾佢。因為呢條友曾經講過一番說話，呢個蓋茨就話到喺西方技術封禁於中國航空工業嘅情形底下，中國係冇可能製造到屬於自己嘅第5代隱形戰鬥機嘅。蓋茨曾經話過，即使俾20年中國都係搞唔出屬於自己嘅第5代隱形戰鬥機嘅。所以喺佢咁樣嘅概念底下，美國當時自大地認為到既然冇一個國家可以喺短期內追得上美國，咁樣佢亦都好放心地拆毀到當陣時美國嘅 F-22隱形戰鬥機嘅生產線，將佢都拆咗落嚟，而論證到自己呢一番話係正確嘅，佢就用行動做埋出嚟添。正直因為係咁樣嘅原因，所以喺殲20首飛嘅嗰一日，橫空出世嘅嗰一日，所加起嚟嘅喜悅，唔單止係證明咗我哋中國當陣時有能力製造第5代隱形戰鬥機咁簡單，而且仲代表住係冚咗呢一個當時時任嘅美國國防部部長蓋茨一巴添。
因為佢曾經串過我哋，話我哋20年內都搞唔出第5代隱形戰鬥機嘅。我哋就喺佢訪華期間送咗呢份大禮俾佢，知唔知道啊？當陣時呢個蓋茨係嬲到完全掩飾唔到呢件事嘅。我哋今日可以睇翻蓋茨喺佢自己嘅回憶錄上面，亦都有提及到當日嘅呢件事情嘅。蓋茨就喺回憶錄裏面講到，呢件事擺到明就係中國有心而為之嘅，亦都令到佢感覺到嚟自於中國嘅羞辱，唔係我哋作嘅，佢自己真係咁寫嘅。大家亦都可以喺網上面查翻呢件事。其實從嗰一日開始起，我就更加有信心，只要中國人俾心機，決心去研發一件屬於自己嘅科技產品嘅時間咧，基本上冇嘢係做唔到嘅。只要係地球人能夠做得到嘅嘢，中國人如果有心去研發，俾心機去研究嘅話咧，同樣都係能夠做得到嘅。所以由嗰一刻起開始咧，我就會對各路唱衰中國嘅言論嗤之以鼻，亦都有咁嘅原因嘅。不過估唔到嘅就係10幾年過去啦，喺2023年嘅今日，同樣地兜巴冚落去美國官員塊面上面嘅事情咧，竟然就會再發生多一次。華為之所以要選擇到喺8月29日下晝12:08喺毫無預警嘅情形底下，突然之間作出呢一種先鋒式嘅突擊開賣華為 Mate 60 Pro 嘅事件，完全係十分之明顯地同美國國防部部長喺12年前訪華嘅嗰一次係一模一樣嘅。因為美國嘅商務部部長雷蒙多啱啱就正值喺呢個時間喺北京嗰度作出訪問。同樣地，當雷蒙多去到訪華行程嘅第3日，喺臨離開之前，我哋咧就為到雷蒙多喺翻去美國送行許之前就送咗份大禮俾佢。華為就係利用到呢一種搶賣嘅方式，向到雷蒙多表達到我哋中國係唔會同你美國屈服嘅。雷蒙多係咩人啊？雷蒙多係美國嘅商務部部長。美國嘅商務部係管啲乜嘢啊？正正就係管制到對華為、對中國嘅科技制裁嘅。依條咁嘅雷蒙多喺訪華之前，仲一直就住中國嘅制裁名單喺度進行緊精挑細選嘅佈局。雷蒙多就喺訪華之前接受路透社嘅採訪嘅時候，佢就已經講到啦。作為美國商務部嘅部長，佢係絕對唔會軟化佢嘅立場嘅。佢話佢哋美國注重嘅係實質嘅行動。雷蒙多就指到中國唔能夠出現超過美國嘅科技。若然華為如果繼續展開技術研發，係唔肯放手嘅話，咁樣嘅話，拜登政府就會採取住更加嚴厲嘅制裁措施。呢個呢，就係佢嘅態度。你睇下雷蒙多幾惡，睇下美國政府係幾咁霸道，竟然喺臨出訪嚟到我哋中國之前講啲咁嘅說話。佢哋美國商務部負責制定嘅就係中國邊間公司如果對美國最有威脅，佢哋美國人感到最忌憚嘅，佢就會主力制裁邊一間。咁當然啦，毫無疑問地，華為以及係佢所代表到嘅 5G 技術就係美國人最忌憚嘅表表者。所以華為肯定係喺美國科技制裁裏面損失最大嘅公司嚟嘅。而今次訪華嘅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佢係一直致力於制定中國嘅制裁名單，以及係制裁華為嘅深度參與者嚟嘅。所以今次華為嘅行動就係要用證據話俾美國嗰邊聽，話俾雷蒙多聽，我而家就要送翻份大禮俾你。嗱，Mate 60 Pro 一開賣嘅嗰一刻，就正如我哋頭先所引用到嘅國內科技博主嘅分析一樣，佢一開賣嘅嗰一刻，呢部手機肯定會俾手機科技業界裏面嗰啲專家拆件嚟到去分析嘅。華為喺開賣到呢部手機嘅時間，就正如佢嗰啲宣傳稿一樣，嗰啲宣傳圖片裏面咧，根本就冇講俾大家聽呢部機係咪一部 5G 機嚟嘅。所以當大家一拎到呢部手機去到拆開佢嘅時間，係要經過拆下嘅過程，先至了解到個真相嘅。大家要知道整件事嘅藝術成分，啲時間咧係要計到啱啱好至得嘅。華為冇擺到明話呢部係一部 5G 機，咁當嗰啲科技博主收到呢部機再拆開嘅時間，佢必須要好明顯地，呢部手機係要勁到一拆解佢嘅時間，
就係好明顯係一部實力好強悍嘅 5G 甚至乎係5.5G 嘅手機，係唔需要經過太多分析就已經睇得出㗎啦。係要喺雷蒙多未離開中國之前，等到成個網絡分析到呢部手機嘅時間，就已經可以快速檢驗到，咦，佢係一部劃時代手機喎，係要勁到咁樣先至能夠喺咁短嘅時間，等雷蒙多仲未離開中國，就已經傳到全網都知道，再翻去雷蒙多嘅耳邊。嗱，整件事嘅藝術成分咧就係咁啦。所以呢部華為 Mate 60 Pro 必須係一部夠晒份量嘅手機，先至能夠玩到咁樣嘅一回事，再將消息傳翻去雷蒙多耳邊，等佢嚟到一個極大嘅震撼嘅。大家試諗一下，如果純粹話係由到華為話自己呢部機係一部 5G 機，然之後呢個消息傳到去雷蒙多嘅耳邊，可能雷蒙多都會諗到，誒，你有心咁樣去特登咁講嘅啫。但係相反，呢個消息唔係由華為公佈，而係由整個互聯網嘅科技同埋手機博主喺經過拆解以後，再將呢個消息以爆炸性嘅一個消息傳翻到去雷蒙多嘅耳邊，所帶嚟嘅呢種感覺係完全唔一樣嘅。雷蒙多就會知道，唔係嚟自於中國華為嘅自話自說，咁樣嗰個震撼力以及係衝擊力係會強烈得多嘅。呢一種係咩玩法啊？呢一種就係對你美國商務部部長對你美國嘅一種羞辱。我好開心嘅就係華為能夠俾我體驗到喺12年之後再次帶嚟嘅呢一種快感。再次可以等呢一啲傲慢嘅美國高官嚟到我哋中國嘅時候，再冚佢一巴。估唔到可以再次體驗到呢一種咁爽嘅感覺。我仲睇到有一個國外嘅論壇上面一位美國嘅網友對今次呢件事嘅評價喎，嗱，佢就形容得非常之貼切嘅，所以我喺呢度咧就特登分享俾大家聽。呢位美國嘅網友點講呢？佢就話到華為今次嘅呢一款 Mate 60 Pro 手機嘅誕生，就仿如係中國向到美國所豎出嘅我哋中間嘅嗰一隻手指。咁唔知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呢？我自己就覺得呢個形容詞係非常之貼切嘅。對於呢款手機嘅上市，連一啲有遠見嘅外國分析人士都會明白到佢嘅意義唔單止係一部手機發佈咁簡單嘅。喺近排中國面對住美國再度加碼嘅制裁底下，我哋都係有一定嘅反擊措施嘅。例如喺冇幾耐之前，我哋就對美國嘅美光公司都出台咗我哋嘅制裁措施，亦都有之前比較震撼嘅，我哋前一段時間對兩種金屬鎵同埋鍺所對到美國嘅禁令，都有呢一啲反制裁嘅措施出咗嚟嘅。但係即使係咁相比起美國對我哋激烈嘅制裁，其實我哋呢啲反制嘅措施呢，好多人都會形容到話唔夠力嘅，亦都導致咗嗰啲反華分子、嗰啲顏色政見偏頗人士呢，就會故意嚟到唱衰話，你都冇力嘅，人哋邊怕你啫？嚟到去咁樣特登咁樣講嘅，亦都令到我哋呢一啲愛國嘅或者係廣大愛國嘅網友可以話到係屈咗都幾年時間啦。其實我想講，唔係話我哋冇反擊有效嘅反制措施做出嚟我哋一早就已經有。不過呢一種反擊嘅措施唔係我哋表面睇到嘅嗰一啲咁明顯嘅，相反，我哋嘅反擊措施係選擇咗一條最艱難但係又最有效嘅反擊方式。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嘅自力更生，我哋發展自己屬於自己嘅半導體產業鏈，實現自主研發全部嘅技術，逐漸擺脫到對進口半導體對外國嘅依賴。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哋選擇最有效嘅反擊方式，但係呢條路係慢嘅，亦都係唔顯而易見嘅。不過佢係最有效嘅。今次華為 Mate 60 Pro 嘅突破，正正就係中國半導體嘅產業鏈厚積薄發嘅結果。為咗呢一日，有幾多無數嘅中國科學家同埋工程師已經係奮鬥咗幾多年啦。就喺雙方中美之間攤牌嘅情形底下，華為發佈咗唔包含到任何美國技術、完全自主研發、含有國產芯片嘅新手機。呢一下就仿如話到俾美國聽，你哋手上面最重要嘅籌碼已經冇用啦，亦都趕得上喺雷蒙多未離開中國之前，趕得切拍一拍佢個膊頭，然後等佢擰翻轉面嘅時間，我哋俾咗呢一巴佢。難怪有好多嘅網友都喺短短唔夠一日嘅時間裏面製作咗多張
關於雷蒙多代言華為 Mate 60 Pro 嘅圖片。喺呢度呢，我亦都分享一啲俾大家睇，全部都好抵死嘅。而家雷蒙多咧喺我哋國內就已經被笑言話到佢啊係華為 Mate 60 Pro 裡面嘅全球代言人，咁又係嘅，佢的而且確好適合擔任呢個角色喎。其實我自己覺得，如果再玩盡啲嘅話咧，好應該喺雷蒙多臨離開之前，我哋送一部華為 Mate 60 Pro 俾佢，等佢帶翻美國嗰種酸溜溜嘅味道啊，仲嚟得更加強烈添，因為佢就係帶頭制裁華為，諗出各種唔同方法嘅實質負責人嚟嘅，所以我認為各位網友做到呢啲圖嚟到挖苦佢咧，係一啲都唔過分嘅。講完呢一點之後，我哋不如睇下喺呢一款華為 Mate 60誕生以後，究竟我哋中國喺嚟緊啊，意味住有啲咩突破先啦。嗱，既然呢一刻我哋已經可以量產到7納米或者以上工藝嘅芯片，咁我哋國產嘅芯片自製率咧又增加咗咯。因為喺7納米或者以上嘅呢啲芯片咧，其實就已經佔到整個芯片市場90% 以上嘅份額㗎啦。嚟到呢個時間啊，中國就已經可以話到係徹底咁粉碎咗美國喺芯片領域嘅壟斷，亦都使到美國嘅技術禁運完全失敗㗎啦。而取而代之嘅就係啊，喺美國完全失去咗中國呢個龐大嘅市場，美國芯片設計同埋生產嘅企業就冇咗高額嘅利潤，嚟到投入持續嘅研發，佢哋將會面臨嘅係不斷嘅萎縮，直到俾中國嘅相關領域超過，呢個亦都係我哋可見到嘅將來嚟嘅。今次麒麟芯片嘅回歸只不過係一個開始啫。與此同時，如果我哋要再考慮到同樣地啊，華為已經成功研製具備到去到美國英偉達 A100相同水平嘅 GPU 芯片，如果計算埋呢一個因素，咁樣亦都代表住中國喺人工智能嘅計算領域嘅芯片，亦都開始對到美國同類型嘅芯片產品進行到我哋中國化嘅國產替代方案㗎啦。華為所引入到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同樣地大家唔好忘記，亦都係喺中美科技競爭入面扮演住相當重要嘅角色嘅。喺幾個月前曾經風靡一時，唱到街知巷聞，美國嘅 ChatGPT 系統，如今佢嘅母公司咧已經步入咗破產嘅困境啦。老實講， ChatGPT 呢個系統，佢嘅人工智能服務雖然性能都唔錯，但係佢就一直冇揾到揾錢嘅模式，去到今日已經蝕咗好幾億美元噶啦。而相反嘅就係華為喺 Mate 60 Pro 上面已經引入到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意味住中國嘅大眾化人工智能已經揾到屬於佢自己嘅盈利模式啦。咁樣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唔能夠盈利，有試問點能夠 keep 得住呢？只有揾到屬於人工智能裡面嘅屬於佢自己嘅盈利模式，先至能夠唔需要擔心到後繼乏力，好似部 ChatGPT 嘅後塵咁樣解決咗呢個問題。咁樣喺人工智能嘅領域上面，中國就唔會俾美國去到叉住我哋條頸。再加上喺唔再需要安卓系統嘅支援情形底下，唔需要 Android 系統擺脫咗佢，華為擁有到自家嘅鴻蒙系統，同埋頭先我哋已經提及到嘅芯片設計嘅軟件突破，唔需要再用 EDA， 所有嘢加埋，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嘅將來係一片光明嘅。其實呢一幕，中國喺早年已經喺液晶體嘅產品裡面嘅領域咧，已經上演過一次㗎啦。嗱，喺呢一度咧，我哋仲要提到一個重點喎。呢個重點就係Mate 60 Pro 唔單止有以上嘅突破，仲有一個史無前例、從未出現過嘅一個新亮點。嗱，都係全世界範圍內㗎，係世界級嘅。呢個亮點就係Mate 60 Pro 係有史以嚟第一種能夠直接實施到同衛星通訊嘅大眾商品手機嚟嘅。關於呢個功能，我哋必須要特登去講先得嘅。嗱，實際嚟講，衛星電話嘅通訊咧，都係大眾特別期待嘅。今次 Mate 60 Pro 就加入到呢個功能，佢唔單止係一部手提電話，仲係一部衛星電話添。Mate 60 Pro 所聯通到嘅咧，就係我哋中國自主研製同埋發射嘅通天1號移動通訊衛星嘅網絡嚟嘅。佢唔單止能夠好似北斗手機咁樣，能夠發信短信，而且仲可以打衛星嘅語音電話添。
呢個就係中國航天部門同到華為公司兩者之間所進行到嘅技術合作嘅一個成功案例嚟嘅。嗱，現在嚟講咧，通天1號總共咧就喺宇宙上面有3顆衛星嘅，分別咧就喺2016年、2020年同埋2021年發射上天空嘅。就喺第一顆01號衛星成功入軌之後啊，國家有關部門就已經係討論緊啦，嚟緊點樣大力推動喺民用領域上面嘅衛星通訊應用噶啦。而喺當陣時，有關嘅科研單位亦都開發出好多型號嘅衛星手機。之但係咁喺之前呢啲衛星手機咧，都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嘅，就係睇起上去佢似一部對講機，就仲多過一部手機嘅。之前嗰啲雖然都係叫做衛星手機，但係佢太大部啦，為咗同35,800公里以外嘅衛星進行有效嘅通訊，呢啲衛星嘅手機真係牛龜咁大部，攞嚟防身自衛都仲得嘅。主要就係因為呢啲之前嘅衛星手機，佢嘅機身咧就比較厚，而且喺側邊咧仲有一條又黑又粗嘅大天線。其實佢咁嘅造型、咁嘅大細係好難普及喺普通嘅消費者嘅。當時有關嘅部門就曾經做過預測，好似呢啲牛龜咁大部嘅衛星手機，只有少數嘅野外特種行業先至會去到需要購買同埋使用嘅啫。比如就係話到啊，邊防嘅巡邏隊、遠洋航運行業、漁業、森林消防嘅部隊、地質勘測嘅人員、石油開採者，以及係救急救援嘅行業等等，呢啲先用得着嘅啫。當時我哋就預計到啊，呢啲大牛龜咁大部嘅衛星手機，佢嘅用戶規模咧大概就有幾十萬左右嘅。嗱，雖然幾十萬聽起上嚟好似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啊，不過呢個已經係計及到我哋全國14億人裡面只係得幾十萬用戶啫喎。咁樣同到我哋普通嘅手機用戶比較起上嚟咧，簡直就係微不足道嘅數字，係完全未普及嘅。用戶少就自然意味住啊，之前嘅嗰啲衛星手機嘅價格肯定會係貴噶啦，因為佢唔能夠大量生產啊嘛。以我哋一般消費者去計，幾千蚊未去到1萬蚊一部手機咧，其實已經都算貴噶咯喎。咁過萬嗰啲手機咧，就應該算係奢侈品啦。一般情況都係咁樣嘅，但係喺專業嘅領域入面，一部衛星手機如果賣到唔使1萬蚊呢個價錢，咁好肯定啦，呢個肯定係白菜價嚟嘅。因為一部衛星手機如果過萬甚至好幾萬，其實都一啲都唔稀奇嘅。咁樣憑住呢個價錢，其實係好限制到衛星手機通訊嘅發展同埋大眾領域嘅應用嘅。但係今次 Mate 60 Pro 嘅出現呢，就完全打破晒呢啲一切啦。好似今次嘅 Mate 60 Pro 先鋒計劃所買到嘅呢一部手機嘅價格，都係建議零售價6999蚊人民幣啫。咁就意味住啊，作為平民百姓嘅我哋，只需要付出一部普通手機嘅價格，就可以實現到啊喺平時我哋嘅移動通訊網絡以及係衛星通訊之間嘅靈活切換。平時冇乜嘢嘅時間喺城市啊同埋一般嘅情形底下，我哋就用到普通嘅信號發射站裡面嘅網絡嚟去作出通訊，咁樣就得啦。但係一旦要前往到去信號差嘅地方，例如就好似我之前咁，喺我同其他嘅網友去到新疆旅行嘅時間啊，當我經過一啲山岳戈壁，或者係一啲已經接近到完全冇人嘅無人區，甚至乎係去到深山入面一啲邊境地方嘅時間，其實咧都會遇到好多完全收唔到嘅情況發生嘅。喺呢個時間，我哋就唔需要特登拎部衛星電話出嚟，只需要一部華為 Mate 60 Pro 就可以實現到啊！喺呢啲完全收唔到嘅地方嘅情形底下咧，接收衛星信號噶啦。而家嚟講，去到同華為 Mate 60 Pro 聯通嘅天通1號衛星，佢嘅網絡咧就已經覆蓋晒我哋中國全境噶啦。唔單止咁，現階段嚟講咧，喺我哋中國周邊嘅西亞以及係非洲嘅一大部分，以及係太平洋、印度洋大部分嘅海域，都有一定程度嘅覆蓋嘅。喺呢啲區域入面，Mate 60 Pro 嘅用戶咧係唔需要擔心失聯噶啦。咁樣唔單止體現咗華為本身嘅技術成就，亦都體現咗國家對於華為嘅大力支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良性循環，因為當 Mate 60 Pro 嘅用戶越嚟越多嘅時間啊，咁樣對於通天1號衛星嘅需求咧，亦都會增加嘅。喺咁樣嘅良性循環底下，當衛星通訊
普及到去老百姓嘅時間啊，我哋嘅航天部門就可以發射更加多嘅天通衛星嚟到覆蓋更多地球嘅表面。到時美國人如果想封鎖打壓，都無從入手。嗱，其實去到呢一步，我哋大概都聽晒今次呢部手機所帶嚟嘅顛覆性革命噶啦。而家華為嚟講咧，就已經可以話到啊，係同美國嘅蘋果公司類似嘅，已經形成咗一個相對嘅閉環系統，係可以完全獨立於美國蘋果以及係安卓系統，成為咗一個完整嘅閉環噶啦。而更加關鍵嘅就係佢係完全依靠住我哋中國嘅技術嚟到實現呢個閉環，對美國多項嘅技術壟斷已經係挑戰成功噶啦。所以當有更加多嘅人為到呢部手機佢嘅 CPU 嘅跑分嚟到作出評測，其實咧意義都已經不大噶啦。呢款手機帶嚟嘅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演繹咗中國人喺面對住困難嘅時候嗰種寧死不屈、頑強奮鬥嘅精神。有人認為美國打壓華為，因為華為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公司，就係咁簡單啫。其實呢個講法咧只係啱咗一半嘅。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喺2013年，美國打壓到法國嘅阿爾斯通公司，逮捕咗阿爾斯通嘅高層，隨後仲處以7.7億美元嘅巨額罰款。最後呢間公司只係能夠選擇完全跪低，去到俾美國嘅通用電器以低價收購。咁就意味住美國所針對嘅並非係中國公司咁簡單，而係美國所針對嘅係任何潛在強大嘅對手。總之，佢嘅本性就係佢唔願意公平競爭嘅。美國為咗維持佢喺芯片領域嘅霸權，喺通訊科技嘅霸權，佢唔會理任何國家，都只會採取住呢一種無所不用其極嘅打壓方式。再加上佢亦都有施壓到台積電同埋三星喺美國亞利桑那州度設廠，但係根本就唔考慮到美國生產芯片係咪有競爭力呢？為咗阻止到中國獲得先進嘅芯片，以及係製造芯片嘅整套產業鏈，唔單止嚟到阻止對華出口嘅高端光刻機，甚至乎要對佢哋美國嘅企業自己嘅本身，對住韓國嘅企業喺中國所生產嘅經營活動都要實施干擾。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嘅真相就係美國就係一個咁樣嘅本性嘅國家，佢冇話針對邊個嘅，總之邊個威脅到佢，佢就要打壓，仲要係無所不用其極嗰隻，連搞埋佢哋自己國內都係在所不惜嘅。因此華為完全係爆大冷之作嚟嘅。試問喺世界上面邊一個國家嘅企業可以面對住咁樣嘅打壓情形底下都能夠生存得到之餘，仲要實施反超嘅動作？唔好話一間企業啦，甚至乎一個國家就好似日本咁樣，當年簽訂咗廣場嘅協議，面對住美國嘅打壓，亦都係因為咁啫。連一個國家都要跪低嘅時間，更何況一間企業啦。最後我就用到幾句說話嚟到形容華為以及係我哋中國人嘅精神：沉潛蓄勢，厚積薄發，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呢個就係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去到呢一刻，嗱，我哋就唔係買緊廣告，但係我諗各位真係要到換手機嘅時間啦。作為普通人嘅我哋，當然要支持嗰啲日夜辛苦嘅科學家亦或係工程師佢哋嘅付出啦。再一次，既然華為係有咁多已經突破咗瓶頸嘅技術，傲視全球，甚至乎細細嘅一部電話仲可以打埋衛星電話，直接連通36000公里外嘅衛星嗰啲什麼星鏈系統，對比起上嚟簡直係弱到爆添啦。至於傳統嘅嗰啲手機影相人工智能呢一啲，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啦。華為出品必屬佳品，最緊要嘅就係佢係屬於我哋中國人嘅產品啊嘛。呢個時間我都已經決定咗啦，嚟緊呢，我點都整翻部，冇理由走去自己個仔唔養人哋個仔噶嘛。蘋果手機在我嚟講呢，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唔會考慮噶啦。嗱，當然啦，呢個只係一個建議嚟嘅啫。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喺自己用開嘅手機裏面額外再加多部華為 Mate 60 Pro 作為支持，我覺得亦都可以嘅。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最直接嘅方法嚟到作為支持嘅。喺呢一刻咧，我真係唔知點樣講，因為我真係好開心，提前換一部手機，或者出去飲翻一杯嚟到慶祝，為到我哋中國人心中嘅骨氣傲氣，呢一日絕對係值得我哋高興嘅。雖然嚟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困難等住我哋去解決，但係我堅信到嚟緊嘅路一定係一條屬於我哋
中國勝利嘅道路嚟嘅。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今晚禮拜六晚就有我哋嘅新潮文直播，時間就係晚上嘅10點鐘，到時約定同大家見面啦。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